这支视频就是想和大家说一下，如何能在 LLM 毕业之后的2个月，通过密集的复习和密集的刷题，让我们一次就通过纽约霸。这么痛苦的体验，答应我，只要一次我们就解决，好吗？我在这里分享的建议只适合一般同学，就是目标只是通过考试，身体状况经不起经常熬夜，也不想复习的通宵达旦，也不想靠红牛续命的同学。Number 1 NPT 不要管，刷题刷到瓶颈期了，拿1-2篇来做做，换换口味，熟悉一下你除了 memo 之外的，比如说 will 啊，或者其他的法律文书形式的书写规范就可以了。整个复习过程不要写超过5篇 NPT， 我当时只是看了一篇都没有动手写。那么 NPT 不要管，重点就在 MEE 和 MBE 上面。那么第2个建议 ，MEE 和 MBE 一样重要，不要只顾刷 MBE 选择题刷到饱，顾此失彼。网上鼓吹中国学生选择题优势巨大的，就好像鼓吹中国学生个个数学很好一样，像我就是特例啊。宏观上是这样子，落到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请不要随便给自己加光环。第3个建议 ，MEE 尽早开始，这个建议请务必采纳，非常受用。MEE 虽然说是案例分析题，你以为它和 MPT 一样需要很多主观思考？不是，其实不需要你太多的自由思考。如果你高考时候选的是文科，然后你选的科目是政治或者是历史，那么你就很能明白我说的点了，因为它和高考时候的政治和历史的考试一样，它的简答题看的是得分点。得分点是什么呢？就是最后分数的批改是一个点，分数有了，踩到一个点，分数有了。所以说它对你整篇文章的逻辑以及条理不是特别的看重，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达到了它所要求的那些得分点。说它有固定的答案，它并不要求你非常的 creative thinking， 而要求你达到基本的对一些部门法的认知。MEE 看的是得分点，根据你踩到的得分点来计算分数，因此就有了应试技巧的空间。比如说你做一道题 Secure Transaction 就是关于抵押和质押的，那么看到这道题你就知道是属于 Secure Transaction 这个大类，那么你就上来先把 Secure Transaction 是什么这种基本定义， Secure Transaction 下面分几个基本的类型，通通都给它写上。之后即使你知道问题这个案例具体没有分析出什么1、2、3、4、5、6、7的，但是这些基本分数你就已经拿到手了。是不是很爽？那如果你看到题目立马就有了流畅的思路，就请忽略掉这个建议，你就按你自己的思路进行吧。尽管 MEE 是按照得分点来的，也不要直接给我写1、2、3，请用语句连接词。这个方法并不是我的杜撰，可以参考 Burberry 的 MEE Testing 这本书，它是一本 MEE 的练习书，每道题目它都分4页来阐述。第1页是题目，第2页是大纲，就是它整个简略的思路，第3页呢就是得分点，以及根据你踩到的点数计算所对应的分数。最后1页就是范文，如果你仔细看范文的话，其实就是把每个得分点连接起来，再加一些语句连接词，就成了一篇文章。所以说 MEE 练习完全可以通过看题、概述简写得分，就可以快速的进行大量的练习，并且知道你对这个部门法到底掌握程度如何了。第4个建议 ，MEE 一定要动笔写或者电脑敲，一样的意思，但是不用写太多。我当时每个科目写了1篇，薄弱的科目再追加1篇，这样你是不是会质疑练习的量有点不够呢？那么第5个建议 ，MEE 靠反复记忆，笔上练习只是为了训练答题时间，帮你在考试的过程中控制，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一道题上。非常推荐 Smart Bar Prep MEE Essay Prep Outlines 这本书呢，我觉得比 Burberry、Kaplan 或者是 Simmons 我们村里就3家机构的 MEE 的讲义都要好。好在哪里呢？第一，它的思路非常的清晰，没有大段大段的叙述，只有简练的语句。第二，它的内容全面，各个
机构根据我的同学和我下2届的同学反馈上来的观感，都是或多或少 MEE 部分都会有所缺漏，但是这个 Smart Bar Prep 的讲义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完全。第3呢，它的排版简洁，而且分清重点。这本笔记用红色、黄色和灰色来区分各个考点在历届考试中的频率。红色呢就表示尤其重要的，基本涉及的就必是得分点的 rule。黄色呢就表示一般重要的，是用于进一步细分阐述时候的 rule。那灰色呢就代表我自己理解的就是时间不够的情况下你就不用去看的那些 rule。那利用不同颜色的区分就很轻松，可以让你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记忆更多性价比高的规则，从而提高你的通过率。不过话说回来了，即使给你整理了略去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MEE 的考点还是相当的多的，所以你想要真正在考场上一看到题目就反应过来怎么写，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必须尽早开始，而且反复记忆。不用担心刚开始 MEE 的笔记，因为完全没有看过这些科目，因为你在 LM 期间可能你顶多选1到2个涉及 bar 考试的科目，像我就只选了一个 evidence， 很多同学只是依靠最后这2个月来复习 bar。所以呢，你的 MEE 刚开始你看笔记的时候可能是完全看不懂的，就跟天书一样。但是 MEE 尽早开始可以辅助你 MBE 第1遍机构 review 的视频课程，而且也是为后面 MEE 反复记忆争取时间。OK， 前几个建议都是关于 MEE 简答题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说说 MBE 选择题。第6个建议，乖乖跟着机构过一遍 MBE 8大科目，一遍过后再开始刷题。刷题固然重要，流传着的刷满2500道必过也是有依据可循的。不过如果只是靠自己匆匆看过一遍讲义就直接做题，很容易造成如下恶果。由于缺乏系统性梳理，导致错题太多，知识点分散，正确率提升缓慢，渐失信心，最后心态崩坏。由于我们只有2个月，没有很多时间给你进行养精蓄锐心理建设，所以先看讲义，跟着机构老师过一遍，可以让你对每个科目有一个清晰、宏观、有条理的领会，然后我们再来刷题。就好比先钢筋再水泥，这样建筑物才比较牢靠，不会出现奇怪的短板。不过呢，我的心得是机构视频过一遍就可以，因为这个机构课程基本上是为了 JD 的学生准备的，他们是 review， 而我们是 preview。差个屁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不能再听他们慢悠悠的讲课了，而是要靠大量的刷题，不断更新回顾自己的笔记来取胜。堪比寿泰山压顶。PS， 如果你用的是 Burberry 的机构课程的话，那么 Real Property 的那位教授2倍速好吗？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在说废话，都在说一些我们 LM 学生 get 不到点的，适合于美国学生听的笑话。第7个建议 ，MBE 的刷题一定要掐时间，刷题一定要掐时间，一定要掐时间。即使你才刚开始，考试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更高的正确率，所以一定要从备考一开始就养成这个习惯。而且不管你掐不掐时间，你刚开始的答题错误率都是很高的，所以这很正常。不要因为害怕这个时候的错误率而放缓自己的思路，纵容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唯一有用的概率只有考试当天。所以你平时错得多，只要做好后续的错题总结，你的正确率自然而然就会随着题量的积累而上升。那么第8个建议就是 MBE 错题一定要整理，一定要定期反复回顾。错题整理不是让你拿本美貌的本子像做手账一样贴贴粘纸这么整理。错题整理最关键就是通过分科目整理和反复回顾，琢磨出每个科目里面常考哪些知识点，题目叙述的套路是什么，经常出现的干扰项，以及你错误和正确的思路分别是什么样的。通过
过错题总结、反复回顾，你对每个科目的重要知识点都能了然于胸，而且还能培养一些条件反射。这种条件反射尤其多出现在民诉 （Civil Procedure） 这个科目当中。这个科目是一个看上去上手很难，因为会出现非常多的人物以及细节以及地点，但是后期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满满的纯靠套路答题的科目，非常的能拿分。第9个建议是针对整个备考过程的，请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比如你的 MEE、MBE 什么时候开始，需要重复几轮，什么时候要开始刷题。MEE 的笔记在什么时间点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每天要刷多少题，回头看错题的频率是多少，这样都是为了保证你执行的效率，也是减少因为7月中旬开始的心态焦躁而造成的负面效应。7月中上旬左右呢，大家基本上都会遇到瓶颈期，可能题目已经刷了将近1500道了，可是正确率为什么没有前半个月显著飞升呢？而且 MEE 背不熟的就是背不熟，看着已经开始翻烂卷边的讲义和成堆的错题，看着1分1秒时间的流逝，心态逐渐崩坏。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气馁，不要倒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心烦气躁、坐立不安的话，就干脆休息休息。比如说，你去好好的吃一顿饭呐，睡个饱饱的觉啊，和你的同学吐槽一下考试的艰辛啊，骂一骂这个考试的制度啊。所以你心烦气躁的时候，就可以做以上这些分散你注意力的事情。等到你的心态逐渐平稳了，负面的情绪已经排出去一大部分了，然后你再定心，回到你的桌前，严格的按照你的时间表继续执行。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再去思考很多的结果，因为你要明白，你每一分的付出，到时候都会体现在你的分数上。第10个建议，最后一个建议，到了最后临考的几天，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下书本，放下还没有做完的题目，不要说我计划刷2500道题，我这个时候只刷了2000道题，我还要再努把力，最后2天每天再刷200道，不要这样子。这个时候调整心态是最重要的，而且你要调整心态到平稳、坚定、自信。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加无数的光环了。你秉承着中国学生传统的勤奋刻苦，你在这2个月里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和汗水，而你面对的只是一个通过率不低的标准化考试，也就是纸老虎。哼，标准化考试就是有套路的嘛。所以现在的你已经对考试内容、考试流程胸有成竹，考场上出现的一切都尽在你的掌握，你一定可以过关斩将，无往而不胜。那么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最后祝愿大家都考试顺利，欧皇加身，一次通过！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哦，订阅，多谢支持。